是啊，很灿烂，很灿烂。哇，今天大家都好准时啊，瞬间集合完毕啊。我们就是今天后面这条船，大家现在不是都已经准备开始装船出发了吗？我们一会儿就开船前往大巴厘岛。大巴厘岛开这种大船啊，距奥克兰附近的码头基本上是3个小时的船程啊。以前去过那么几次。那边因为离奥克兰周边地区比较远，所以一般海货会比较多一点。今天看看大部队能抓到什么好玩的东西哈。我的东西都已经上船了啊，我4件套，然后就是你看啊，气瓶、铅块、防水袋，然后我所有的潜水装备都在那。新西兰这个国家啊，它就是个岛国，它4面都环海，所以每逢天气好的时候啊。这就是当地人民生活的一种文化，开船出去抓海鲜啊、钓鱼啊、潜水啊、渔猎啊，都是非常流行的。但是每一种东西它都有严格的规定的大小和这个数量的限制啊。船上一般都会有一个尺子，这种尺子其实是免费拿的，跟渔政署可以直接要，就是这个东西。这是你看龙虾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这个是公的，这个是母的，要60毫米，这个是公的，是54毫米，都是量它的这个关节的第2部分。这个是大青龙啊，要216毫米，这个是鲍鱼，要125毫米这样子，然后扇贝是10厘米。大家也经常看见我在水底下会带这么样的一个尺子啊，这个尺子就是量公龙虾、母龙虾，然后扇贝，然后鲍鱼的这个尺子啊，而且所有的东西在水底下。你一旦放在你的这个捕捉袋里面，那么渔政署就认为你是已经抓过的啊，所以说一定要先量清楚在水底下，然后再装进去。如果大小不够的话，要放回去的啊。所以一定要遵纪守法啊。我还有一点就是有一个误区，就是很多朋友他以为带水费是不可以抓龙虾或者怎样。每一个国家的法律不一样啊，在新西兰水费抓龙虾是完全合法，这是当地人非常流行的一种生活习惯。当然了，如果你自由潜 OK 的话，难度更大。你也能抓，那是没有问题的。自由潜和水肺潜水唯一抓的东西的区别，不能抓的就是鲍鱼。鲍鱼一定是自由潜才可以碰的，你水肺连碰都不可以碰哦。如果你自由潜抓了鲍鱼，你把水肺和鲍鱼的东西一块放到你的车和你的船上，那你一定会被罚得很惨，严重的话还有可能车和船都被收掉。所以鲍鱼和水肺装备是永远都不可以出现在车和船上一起的啊。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牢了。Some days there's no one else who loves me like you used to. Some days I'm not myself. There's no one I can turn to. 在出发前先加油。这是我们的王船长，非常业内资深的王船长。柴油哈，船长。低度。这船得吃多少升啊？1200升。往返5个半小时啊，去大巴黎。对，我上次去也差不多。而且跑20迈吧。啊，对。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啊，像开这种大船啊，如果是去远海潜水抓海鲜啊，跟在近滩开小船是不一样的。我以前有一期 BCD 的介绍的视频，告诉大家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要带啊，比如说象拔是一定要带的。你像我的 BCD 口袋里面就有这么一个塑料的象拔，你吹起来气以后，它是一个2米长的一个红色的
管子啊，在海上，如果你被海流吹出去，这个船长能看见你，才能把你接回来。远海海流和海风瞬息万变，你有可能就回不了家了啊。还有一个就是非常建议大家带的就是这个海上的这个无线电。这个无线电很少用，但是我用过那么几次，效果都非常好。它是50米防水的啊，你只要这个盖子扣着，这个盖子一旦打开的话，你可以跟所有的船通话，或者说是把这个信号发到50海里面，所有的船它有一个 GPS 告诉他你出事了，别人也能找到你。这些东西我出远海的时候，我是必定会带着跟我一起走的啊。Take some time, but I'll be alright. I'm moving on. I'm moving on. I know times are tough, but I've had enough. I'm moving on. I'm moving on. 这个地方的龙虾往往它藏在岩石缝非常深的地方，如果你要用手去抓，你不一定一次能抓得到。所以为了有保证啊，我们今天会用一种特殊的工具，叫做龙虾套。走，我带你来看看。什么是龙虾套啊？这个 Miss Lee 这个他的船给我们已经准备了2个龙虾套啊。你看，它其实很简单，这个龙虾套就是这么一根铁棍子，这个棍子这个头这一块啊是一个金属的这个环，而另外一边呢，你如果抽它，这个环它会越变越小，你看到没有？放的时候它就放开，抽的时候它就会越变越小。在新西兰呢，自从2009年起，龙虾套抓龙虾就已经合法了。龙虾不可以用东西去戳它，不可以把壳戳烂。戳烂的龙虾是不可以碰的，身上有伤的龙虾是不可以抓的。但是如果你用套它的尾巴第2个关节，把它这么在水里面放进去，然后套出来，它只要是完好无损的，那么这个龙虾你抓是一点点问题都没有的啊。所以我们今天会去带这个工具下去，然后给大家演示，这是另外一种除了徒手抓龙虾成功几率比较高的方法啊。我们今天一起下水看一看。All the feelings that we shared are in the past. And I know your relationships are never meant to last. It might take some time, but I'll be alright. I'm moving on. I'm moving on. I know times are tough, but I've had enough. I'm moving on. I'm moving. 随着深度的增加，不断的慢慢下潜，检查着自己的气压表和深度，然后呢，不停的看指南针，每一个岩石下面都要仔细的寻找。这会儿差不多已经来到15米左右，紧紧的贴着海底，不断的寻找啊。Jacky 这个时候给我打手势，他好像发现这附近有龙虾。你看，在这个石头缝下面，我们已经发现了有2只龙虾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把这个龙虾套变到最小，然后塞到这个缝里面。这个缝其实很深，你看 Jacky 其实已经整个人钻到这个缝里面，这旁边还有2只龙虾，但是呢都够不着。如果不带龙虾套呢，这个地方你伸手，你的气瓶会卡在岩石的缝上，你是绝对够不到它的。所以来这种大巴黎出远海啊，最好带上龙虾套，省得呢瞎跑一趟。你看这个龙虾套放在这个虾的后面的时候，捆住它的腰啊，缩小了以后就可以把它掏出洞里面。掏出洞里面以后呢，其实把它拿出来还是有点麻烦的，因为一个人不太好握住它，另外一个手还要把龙虾套慢慢的松开，才可以把这个龙虾从这个龙虾套慢慢的拿出来。你看啊，这是刚才旁边的另外的2只龙虾，然后呢抓到第1只以后，我们现在第2只。你看龙虾套抓龙虾的时候是先要把它的套变小，偷偷的放到后面，然后慢慢的松开，套它的腰啊，尽量不要惊动它。猛地一缩，确定它在这个套里面了以后呢，抓住它的腰就可以拿出来。因为龙虾它基本上只会往后游，往前游的几率非常小，所以你只要轻轻的套住它，它基本上就跑不了了。这个时候抓到龙虾以后，把它拿出来，先不要急着放在你的这个捕捉袋里面啊。我们一定都是会先去量这只龙虾，反复量，在水底下确认了以后，我们才会放到这个捕捉袋里面。因为水底下经常因为有洋流嘛，你自己也在漂，往往一次量不准。
而且呢也不一定说的是一次就能够量住。你像这只龙虾动得非常厉害，所以 Jacky 他反复在量，不过好像就差那么一点点啊，也不是很确定，所以就把它放了吧。有点不甘心，再量一下确认一下啊，好像就去了那么半毫米，哎，算了，还是放生了吧。因为在龙虾在水底下，如果差一点点的话，我们都不去动它的，一定要保证它是合法的才可以。这旁边这只洞呢，就找到另外一只，所以你看这一只，哎，够大，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捕捉袋里；不够大的呢，就一定要放掉啊。我们继续前进，刚才那个龙虾洞里剩下的龙虾就抓不了太远了，太深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差不多到了20米左右。你看这个水周围已经变得非常暗了啊。现在差不多15米了，然后气还有119、118，我再对一下我的备用气压表，和我的这个潜水电脑显示的是一样的，我就放心了，所以气还够。然后 Cindy 在我旁边给了我10个手指头，告诉我他还有100，那没有问题了，大家可以继续潜，还可以潜蛮久的。继续向前走啊，向前一直贴着海底，不停的用手电筒去照每一个大岩石的缝下面，都要仔细的去寻找。如果你不贴着海底，你是很难找到龙虾的啊。所以找龙虾的秘诀就是一定要贴着海底走，一定要每一个大的石头的缝下面，越是暗的地方，越要用手电筒不停的去照。你看这个大的石头缝下面呢，我又找到一只。这个时候我没有用龙虾套，因为我的手可以够到啊，这样子很快就把它拿出来了。因为它后面是堵死的，所以它跑不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也是用我自己身上带的这个尺子，仔细的去量它，刚好过不去，这个就是合法大小。我把我的网兜松开啊，我刚才已经抓了一只了，现在是我抓的第2只。现在的这个海区啊，从今年7月1号起啊，2020年7月1号起，每一个潜水员每人每天只可以抓3只了，以前是6只，所以大家请熟悉一下这个法律的变更的规定啊。你看这个石头缝下面没有龙虾，但是我看到一条大海参宝宝啊，把它拿出来，然后偶尔抓龙虾的时候你会遇到海参。其实海参更常见的是在有扇贝啊或者沙质的这种海底的地方多一点，但是偶尔在这种石头缝里也有。这是又找到一个 Cindy 想告诉我旁边那个石头缝里还有。我量了量这个龙虾，好像差了半毫米，不够不够就放掉啊，就不会再把它带走了，这样子让它再长长吧明年过来再抓。反正这个缝里面应该还有不少龙虾。看了一下自己的气压表剩64了，然后7、8米左右。这个时候呢，基本上就要慢慢的往5米走，做3分钟的安全停留了啊。在5米做安全停留的时候，不用傻呆着了，你看看周围有什么海胆，有什么贝壳呀，顺手捞几个上去，可以吃。海胆在新西兰是每人每天可以抓50个不限大小，因为这个东西烂大街的，上去就尝2个就可以了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停留5分钟以后，我给了一个安全上升的手势，就告诉 Cindy 差不多可以一起上去了。Jacky 在我们早一些时候已经上去了，所以我们确定头顶上是没有船的，所以这样子是非常安全的。龙虾、海胆、海参，丰收啊！试着往船的跟前游了一会儿，突然发现船好像离我们好远好远。算了，还是直接呼叫吧。这个呼叫器可以呼叫50海里的所有的船。王船，能不能听见？我们3个累了，我们不想游了。船听到我们呼叫以后呢，就慢慢的过来接我们了，省得我们往过游，太远了。刚好起风了，在变天之前呢，赶快回家，还有2、3个小时的路程要赶呢。过来个人帮我拿一下这个。把自己抓的海货呢先拿上去，接下来把龙虾套递上去，再把脚蹼和潜水装备递上去。这些东西都拿上去以后，最后呢我自己再上去，要不然太沉，很难上到这个大船上面。怎么样？你们学会用龙虾套抓虾了吗？欢迎你们来新西兰玩啊！用龙虾套抓虾一定非常爽，很刺激啊！哎呀，你看这又过了2个半、3个小时我们一路这个开回来很爽。路上我们又看到了很多海豚，你看今天出去非常开心的一天而且抓到了很多龙虾和这个海货。今天也要特别感谢一下我们的这个女船长 Miss Lee 还有她的这条船 Aqua Queen，非
非常稳啊，非常大。以后也希望大家来奥克兰玩的时候啊，你们可以直接去找米斯利，他一定带你们玩的非常的开心。到节目最后呢，友情提示大家一下，新西兰像我们今天去的这个大巴厘岛，它属于奥克兰以东的这一片这个海区的渔猎场。从今年7月1号开始啊，所有的潜水员抓龙虾，从原来法定的6只，每个人已经变成3只了。它是为了它可持续发展啊。所以大家去不同的渔猎场的时候，一定要了解它最新的规矩，再去渔猎，不要不懂法，触犯了法律就不好了啊。所以呢，祝大家以后出来玩的愉快，也同时要注意安全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